西湖去过了，杭州还有什么好玩的？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杭州主城区西湖以外的好去处。这些地方都不需要长途跋涉，也不用特地的准备经费，请听我一一介绍吧。云栖竹径是新西湖十景之一，相传五云山顶飘来的五彩祥云常常在此栖留，经久不散，所以得名云栖。从入口处看到云栖竹径碑文的那一刻起，映入眼帘的就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竹海。竹子自带风雅属性，任何事物置身竹林中都像是加了一层滤镜。溪流、古树、碑亭、小径，处处都充满了诗情画意。五云山是西湖群山中的第3座大山，海拔300多米，据说因有五色云彩盘旋山顶而得名。从五云山往北至天竺一带的山岗同称锒铛岭，因山岗蜿蜒约数公里，又有十里锒铛之称。到达山顶大约需要爬上千节楼梯。这里有一株需5人合抱，树龄已达1400年，高达21米的银杏树。银杏树身后是建于5代的真基寺遗迹，它是杭州最早的财神殿，殿内供奉5福神。龙井问茶是新西湖十景之一，西湖龙井茶位列中国名茶之首，主要产于龙井村一带。即使不懂茶，龙井村的狮峰山也值得一来。这里四周群山叠翠，云雾环绕，爬到山顶远眺，眼前就是一幅幅江南特色的水墨画。如果飘一些小雨，空气中会弥漫着淡淡的茶香味，更有不虚此行的感觉。九溪烟树是新西湖十景之一，俗称九溪18涧。古时候人们喜欢用9字来表示数量众多，这里的18涧是9的倍数，形容有无数条山涧。据说九溪的枫叶特别美。这段视频是10月中旬拍摄的，如果要看火红的枫叶，估计要到11月份。但是每年的风水期是4至10月，如果喜欢瀑布、溪流，还有看大树长在水里的样子，就要选择温暖的季节了。
满觉陇在明朝以前就盛产桂花，满觉陇路上的山道种有7000多株桂花，辖区内还有一座满陇桂语公园，以杭州市花桂花闻名，也是新西湖十景之一。我们沿途欣赏了不少的桂花，所以没有特地去这座公园，而是选择了石屋洞和水乐洞。如果在天气炎热的季节来这里游玩，不时的进洞里凉快一下，也有助于恢复精神，保持旅途中的好心情。虎跑梦泉是新西湖十景之一，公园以虎跑泉为主脉，据说这里的泉水跟西湖龙井是绝配，很多市民都来此打水，我们也带了2瓶回家，确实尝得出有丝丝的甘甜。公园里的景点丰富而紧凑，南宋的活佛济公在这里圆寂，民国弘一法师李叔同在这里出家，唐代高僧性空，也就是虎跑梦泉的主人公，也曾在这里居住。运河游船，我们搭乘的是杭州水上巴士1号线，由蒲家站始发，终点是运河天地，全程大约航行1小时，票价只要3块钱。我们选择了10月份的一个普通工作日出行，从始发站上船基本都有座位，在其他站点排队的话就不一定能上来，可能要多等几班喽。如果有得选，建议坐在航行方向的右侧，景色也好一些，而且不怎么晒。坐到拱辰桥就可以下船了，运河天地没有什么特别的景观。小河直街地处京杭大运河、小河、余杭塘河3河交汇处，保留了一些清末和民国初期的历史建筑。在这里可以看到当时运河沿线普通市民的生活环境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小店，如果没时间去大型的古镇旅游，来这里溜达溜达，坐一坐，其实感觉差不多的。香积寺始建于北宋太平兴国3年，主供大圣解那罗王菩萨，是中国唯一供奉金吒菩萨的寺庙。从牌坊进入依次为天王殿、大圣解那罗王殿、大雄宝殿、藏经阁。寺内两侧有观音殿、文殊殿、普贤殿、钟鼓楼等建筑，各类造像34尊。
如果晚上还有精力，推荐大家去钱塘江边散散步，顺便看一场城市灯光秀。最佳的位置在城市阳台正对面，表演大概20分钟。10月份的时候是亚运会主题，觉得很有纪念意义，所以全程都录下来了。各个季节的表演时间都不太一样，去之前一定要先确认一下。以上就是我推荐给大家的杭州旅游景点，喜欢哪里就赶紧加到行程计划中吧。详细的路线和更多细节内容可以去我的频道查看。感谢订阅，祝你发财！